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那現在呢，我們正在學習的課程是 HSK 5級考前輔導課程，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5級考試，從而獲得更好的成績。那現在呢，我們正在學習的內容是閱讀的第2個部分。那在前邊呢，我們已經學習了很多第二部分的一些方法，做題的方法。那麼現在我們再告訴大家另外的一個方法，那就是注意關聯詞。什麼叫關聯詞？那句子和句子的中間會有一些詞，比如說因為、所以、不管、都、只要、就等等，這樣的都是關聯詞。那麼我們在這裡呢，可以看到，如果這個句子裡邊有一個關聯詞，那麼這個關聯詞的後邊常常是最重要的內容。那麼這個句子常常也是我們的 ABCD 裡面可能最重要的一個答案的這個選項。那麼我們在讀的時候呢，就要注意如果你看到了一個關聯詞那麼你就要去注意一下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答案。那我們現在來試一下這個題目。他說呢，許多人做事常常會半途而廢，其實只要再花一點點力氣，再堅持一點點時間，就會勝利。人們之所以容易放棄，主要是因為缺乏毅力。在你遇到困難想放棄時，別忘了提醒自己，人生就像四季的變遷，此刻只不過是人生的冬季而已。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那麼我們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們首先看到有一個其實，那其實的後邊常常就是最重要的內容。我們看到他說，其實只要再花一點點力氣，再堅持一點點時間，就會勝利。那這裡面講的是堅持非常重要。然後他後邊又寫了，人們之所以容易放棄，主要是因為缺乏毅力。那這個句子也是很重要的。為什麼會放棄呢？因為缺乏毅力。所以這2個句子對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那我們看一看答案裡面有沒有A 堅持就是勝利，好像是對的。那我們來看一下，再堅持一點點時間就會勝利，那麼答案就是應該要選 A。 那可能有同學還說，老師我不是100%確定。那我們來看一下 B、C、D 對不對。 B 要從小事做起，沒有說。要盡力幫助別人，沒有說。做事情不能太固執，也沒有說。那答案當然應該要選擇 A。 那一般來說，如果你認真的讀了這個句子，你在讀 A 的時候馬上就可以選擇出來，後邊的 A、B、C、D 其實可以不看了但是如果你覺得我不能夠100%的確定，那你可以試一試再看一下 B、C、D 的內容是不是正確的。那如果 B、C、D 都不對，当然答案 A 是对的。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裡有一段文章，那我們來讀一下我們說過呢，在做閱讀題的時候閱讀的第2部分題目的時候，我們先要讀一下這篇文章，然後 A、B、C、D 去看哪一個是對的。我們先看文章，滑雪者都想輕鬆愉快地順着山坡往下滑行，但想要擁有這個過程，必須先登上山頂。我們的心理狀況也是這樣，為了最終能朝正確的方向前進，有必要先往相反的方向走一段。為了擁有更長久的快樂，有時也需要承受一定的悲傷。所以那 conclusion 結論來了，如果你的心情正處在幽暗的境地，千萬不要放棄，因為爬上山頂就可以迎來愉悅的新生活。
那這段文章可以說有點難，因為它沒有直接告訴你他的看法是什麼，他告訴你的是一些比喻，什麼滑雪呀，怎麼樣，就是對你來說可能不夠清楚。但是，所以如果你的心情處在幽暗的境地，暗的話是不好的，你心情不好的話，你不要放棄啊，因為爬上山頂以後就可以迎來愉悅的新生活。那我們看 A 要學會放鬆， B 細節決定成敗， C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D 面對困難不應該放棄。那麼如果我們在這裡看到了，所以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時候不要放棄，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D， 面對困難不應該放棄。好，那我不知道同學們是否可以做对这一个。那这个文章呢，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有点难的啊，因为它的文字啊特别的 abstract， 特别的抽象，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读的时候有點難啊，不太能夠理解啊。那像這樣的問題呢，就需要大家多去看一些中國人寫的類似的文章啊，因為只有就是你常常去看這樣的文章，你才能夠明白中國人在寫這樣的文章的時候，他們想說什麼啊。那這篇文章就是，如果你要向前走，你一定要先向後邊來啊，這樣的話你去前面的時候，你才會更順利。所以如果你不高興的時候，或者你遇到問題的時候啊，你就要想，那你先有問題，然後你堅持了，最後就會有好的結果。好，就比如說你 HSK 考試的時候，準備的時候你覺得非常非常難，你可能有點痛苦，你可能每天學習很長時間，那這個時候你要去想一想，如果你堅持了，你就一定可以成功。好啊，所以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要放棄。這個是我們的關聯詞，所以它很重要。好，那麼我們說呢，在一篇文章當中呢，你很可能看到的是一個觀點，一個 opinion 啊，或者是一個介紹。那麼不管是一個觀點或者是一個介紹，常常呢，第一句和最後一句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時候呢，第一句就可以告訴我們答案，或者說至少 at least 第一句可以告訴我們這個短文想告訴我們什麼樣的 information， 什麼樣的信息。所以呢，第一句和最後一句往往是最重要的。那麼我們現在呢，來看一下這篇文章，有一個著名的理論，人的差別在於業餘時間，而一個人的命運決定於晚上8點到10點之間。每晚抽出2個小時的時間用來閱讀、思考或參加有意義的演講討論，你會發現你的人生正在發生改變。堅持數年之後，成功便會向你招手。那麼這篇文章，我們說他覺得最重要的這個信息和觀點就是人的差別在於業餘時間，就是你不工作的時候，你是怎麼去，你做了什麼啊？這個是決定人和人的差別。那麼我們來看 A， 人要學會珍惜，沒有珍惜；好習慣要從小培養，沒有；要充分利用業餘時間。我們看到了業餘時間，那這裡都是關於業餘時間，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C， 要充分利用業餘時間。所以大家發現沒有發現，你其實看了第一句之後，大概也能夠選擇出來。那麼你要注意第一句，那你明白第一句是最重要的，你在做 ABCD 的時候就會更容易一點。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另外一個句子。那麼這個句子裡邊呢，他說常言道，男兒有淚不輕彈，這個你不要看了。什麼意思你都不要管了，因為它是一個俗語，看不懂沒關係。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哭泣是膽小脆弱的表現，
尤其是對男人更是如此。然而，當我們強忍淚水，聽憑痛苦和悲傷傷害身體時，其實是拒絕了一種健康的宣洩方式。流淚是緩解精神負擔的有效方法，它可以舒緩情感，釋放壓力。那其實最重要的是最後一句，雖然大家都覺得哭不好，是膽小的意思啊，特別是男人，但是其實流淚可以怎麼樣呢？可以緩解精神負擔，舒緩情感，釋放壓力。這個是這段文章的最重要的內容。那我們來看一下 A， 男人不應該哭啊，不对，哭泣的原因有很多種，也沒有說。C， 女人的承受能力很強，沒說。D， 適當的哭泣對身體有好處，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D 啊，應該要選擇 D。那我們看到了，然而其實，那這都是告訴我們後邊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答案就在後邊。流淚有的時候是好的，可以幫助你去緩解你的這個壓力啊，緩解你精神的負擔。好，那這個答案應該要選擇 D。所以我們在看到這樣的文章的時候，大家最重要的是看第一句或者是最後一句，答案常常在這裡邊啊。但是當然了，我們不能只看第一句和最後一句，我們要一起看。但是一起看的時候，最重要的內容是第一句和最後一句。好，這個是我們的首句和末句。那然後呢，我們再來看一下，在這樣的題目當中，有的時候會出現數字 numbers， 文章裡邊有數字 ，ABCD 裡邊也有數字。那麼這些數字呢，大家一定要小心一點兒。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數字啊，你可能看到了，哎，裡邊有一個108，那這裡邊也有一個108，那這個答案一定是選擇 B， 那常常是不對的。我們不能說 absolutely 不對，不能說絕對不對，但是常常是不對的，因為我們要考慮，就是因為如果是有一個數字，它一定是有一個 subject， 還有一個 object， 對吧？那麼你有的時候是不知道subject 換了還是 object 換了，它是不是完全一樣的？除非完全一樣，否則很有可能這個是一個錯誤的選項。那我們來注意一下啊，如果看到了這個數字的題目啊，數字的 ABCD 的話，一定要注意點對點，認真的去看一下。還有就是要注意 none 是什麼。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啊。那麼他說了這裡有一個滿漢全席需要108位廚師，我們看到了這裡是一般有108種菜式，所以廚師和菜式是完全不一樣的，那這個題目一定是錯的。那他說呢，滿漢全席集56個民族美食精華，我們看一看這裡有一個54道菜，應該不對，那56個民族，他說的是56個民族嗎？我們來看一下，滿漢全席原是清代宮廷舉辦宴會時，滿族人和漢族人合作的一種宴席。那滿族人和漢族人是2個民族，所以不是56個民族。所以我們再来看一下，一般有108種菜式，南菜和北菜各54道。滿漢全席既有宮廷菜的特色，又有地方風味之精華，既突出滿族菜的特殊風味，又展現了漢族烹調的特色，集2個民族菜式之精華。這個有點難啊，裡面有好多的詞啊，有一些詞不太熟悉，但是沒有關係。我們發現那 B 肯定是不對的。D 也不對，不是56個民族，是2個民族。那我們來看 A 和 C。A 滿漢全席菜式多樣，108個菜式比較多樣了，應該是對的。那 C 呢？滿漢全席更符合滿族人的口味，
這個是不對的，因為它滿族人的口味也有，漢族人的口味也有，所以是答案應該要選擇 A， 應該要選擇 A。那麼大家在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如果你看到了 numbers， 你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numbers 常常都是不对的。那你要去注意的是是满汉全席需要嗎？還是什麼需要？那需要的是108个什麼這樣的內容，你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到底是不是56個民族呢？這個你要注意一下因為根據我們的經驗來看呢，這樣的數字常常都是錯誤的但是也不是100%，所以呢，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那這個答案應該要選擇 A。好，那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有的時候呢，我們會在ABCD 裡面看到地點的句子，或者文章裡面有地點那麼地點的話呢，在現在的這個5級的水平呢，它常常用的詞是位於什麼什麼，位於哪裡那這樣的詞大家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它在什麼地方所以我們要注意的是什麼東西在什麼地方你不能只是看到這個地方是對的就 OK 了，那你還要注意是什麼東西在這個地方，這個也很重要。那我們來看一下，他說呢，博格達峰這個好難，不知道是什麼，是天山山脈東段最高的山峰這個是山的名字。這裡的積雪終年不化，人們叫它雪海。你要記得，人們叫誰呀？叫這個博格達峰是雪海。在博格達峰的山腰上有一個名叫天池的湖泊，海拔有1900多米，深約100米，池中的水由冰雪融化而成，清澈透明，像一面大鏡子。潔白的雪峰，翠綠的雲杉樹倒映湖中，如詩如畫，令遊客神往。他介紹的是這個博格達峰和一個叫天池的一個湖。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A， 天池位於天山腳下。天池是在這個博格達峰的山腰上，所以這個問題應該是錯的。那然後呢，他說雪海是天池的別稱，但是我們看一下雪海，人們叫它雪海，這個它呢是博格達峰，不是天池。C， 天池的水非常清澈，那我們看到了清澈透明，這個答案應該是對的。那 D， 博格達峰在天山西部，那博格達峰是天山山脈東段，所以你看到 A 和 D 都是關於地方的詞都是關於地方的一個選項，所以這樣的地方你一定要注意，到底是誰在哪兒，什麼東西在哪兒，這個是很重要的大家不要看到說，哎呀，天山西部好像有一個詞是這樣的，你就馬上選擇，那這樣的常常是錯誤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所以遇到這種地方的詞一定要注意，不只是要注意在哪兒，還要注意的是什麼東西，哪一個東西在哪兒，這個也很重要，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還有一種題目也是需要我們注意的，就是範圍。什麼叫範圍呢？就是 scope， 就是這個，比如說 ABCD， 那就是 EFG 很多東西，哪一個是這個範圍裡邊的比如說呢，你們的班裡邊可能有40個學生，那40個學生裡邊呢，有多少個人是男人，有多少個人是女人，有多少個人漢語到了5級，有多少個人漢語到了4級，這個都是範圍的題目。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邊我們看到了按照飲食特點分，中國主要有4大菜系，即川菜、魯菜、淮菜和粵菜當然其中最有名的還是大家熟悉的川菜。川菜的突出特點是麻和辣，
最正宗的川菜是成都和重慶两地的菜肴。如今川菜早已遍布世界各地，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歡迎。那它介紹的是川菜，所以川菜的特點麻辣成都和重慶菜都是川菜。那現在在世界各個地方都可以吃到川菜了，這個是我們知道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那我們來看一下 A， 川菜口味清淡，肯定不對。 B， 重慶菜屬於川菜，那這個對不對呢？因為最正宗的川菜是成都和重慶，所以重慶菜就是川菜的一部分，所以這個 B 應該是對的。那我們來看一下 C， 中國菜的特點是麻和辣，大家要注意一下了。那你看到了麻辣麻辣，那你覺得是對的嗎？不對，因為這裡說的是川菜，這裡說的是中國菜，所以這個是不對的。那還有就是成都和重慶兩地才有川菜，只有這兩個地方有川菜嗎？當然不是，現在已經世界各地都有了。所以呢，大家在讀這樣的問題的時候，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說呢，它是屬於嗎？還是不屬於？那麼到底是四川還是中國？是一個小的範圍還是一個大的範圍？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常常他們會用這樣的方式給你一個陷阱，一個 trap。所以呢，我們這樣的表示範圍的詞和句子，大家也一定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很有可能答案就是錯誤的啊。那我們現在再看一個。好，我們現在来看這個題目。這個題目裡面，我們也看到了 number 上千但是我們看到了地球上有大約370多種鯊魚，所以這個首先我們可以確定 B 是不對的那我們來看一下長期以來鯊魚，可能有很多同學不認識鯊這個字，但是沒有關係，你知道它是魚就可以了。是一直被電影、電視和書籍描寫為海洋中的可怕殺手，它兇猛、恐怖，威脅着海洋中一切生物的生命。難道鯊魚真的有那麼可怕嗎？科學家發現，地球上大約有370多種鯊魚，大部分鯊魚對人類有益無害，只有少數鯊魚，如大白鯊才會傷害人類。那麼這裡面大家要注意一下那是所有的都不好嗎？還是大部分不好呢？那所有的都傷害人類呢？還是只有一小部分會傷害人類呢？那這樣的信息你就要格外的去注意它。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A， 鯊魚不會傷害人類，這個對嗎？有很多同學覺得是對的，但是其實不對，因為我們看一下，大部分鯊魚對人類有益無害，所以你不能说鯊魚不會傷害，只能說大部分不會傷害，這個很重要。那 B 我們已經確定不對了。C 大部分鯊魚對人類有害，那我們看一下，只有少數鯊魚才會傷害人類，所以這個也是錯的。那 D 鯊魚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可怕這個是對的，因為大家都以為是吧？但是難道鯊魚真的有那麼可怕嗎？不是的，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D 那難道什麼什麼嗎？一般它是一個 emphasize， 是一個 rhetorical questions， 是反問句，答案應該是相反的，所以它不那麼可怕。好，這個是我們的範圍題。那大家在讀文章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那你要注意的是有的人這樣，有的人那樣，是所有的人都那樣，還是一部分人？那大部分還是小部分？像這樣的題目一定要特別的去注意它的這個 detail， 這個細節，因為常常考試的時候考的就是這個範圍好，這是我們的範圍題。好，那麼這個
到現在呢，我們已經給大家介紹了範圍啊，我們也介紹了地點，我們也介紹了數字，還有我們介紹了要注意第一句和最後一句啊。那我們也介紹了關聯詞這些方法。那這些方法呢，对大家做題的時候都是有用的啊。那不仅仅是做一個題你要注意，那做所有的題，其實你都應該注意，都應該用到所有的方法啊。那我們希望呢，大家學習這個方法之後呢，在練習的時候你去試一試，是不是真的有用？我們相信是有用的。那我們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覺得有用，也可以给我們發一些微信，告訴我們老師，我用了這個方法，它是真的有用的。那當然了，我們這個後邊呢也會給大家再去介紹一些新的方法啊。我們學習了範圍以後呢，我們再來跟大家說一下別的方法。那我們現在呢先休息一下，一會兒再見。